Genesis 创世纪全称为核爆诱导型伽马射线发射器，是扎夫特秘密研制的战略型超级兵器。正如名字所描述的那样，创世纪是通过核爆产生的伽马射线来进行大范围破坏的作战兵器，其发出的攻击也称为伽马射线暴。这是在宇宙中主要由恒星级别的超新星爆发才会产生的现象。产生的伽马射线暴最大覆盖范围据说可达上千光年，其威力可将这个范围内的星系造成巨大破坏。可以说，扎夫特投入使用的这个超级兵器，破坏力是远超核弹的存在，而且伽马射线暴穿透力极强且有效攻击距离远，所以只要在扎夫特的核心腹地完成部署，就可以将地球和月球在内的整个区域列入到自己的打击范围以内，而且在投入使用时不存在有效防御手段能够抵挡住创世纪伽马射线暴的攻击。从结构上看，创世纪主要分成了3个部分，分别是第一次反射镜、发射平台和控制中心，其中在平台的圆盘位置还设有第2次反射镜，用于接收第1次反射镜反射过来的伽马射线暴，再进行第2次反射，将伽马射线暴反射到预设的目标方位。因此，第2次反射镜也称为照准反射镜。而控制中心则放在了由小行星改造的亚金杜维要塞上，通过遥控的方式对创世纪进行操作。除了维护状态之外，创世纪的内部不会驻扎人员，并设有可以容纳机动战士大小的通道，这些通道可以直接到达创世纪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核反应炉所在的位置。而核反应炉除了提供电能之外，还能加上核能转换器，产生破坏力巨大的伽马射线暴。接着产生的伽马射线暴就会顺着第1次反射镜和第2次反射镜组成的路径，射向预定的目标方位，完成对敌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创世纪实际上属于是扎夫特亚金杜维作战体系里的一环，因而创世纪的控制中心同时也是扎夫特的作战指挥中枢，所以当要动用创世纪进行打击的时候，就会与驻扎在亚金杜维要塞内的部队进行配合，发挥战术层面的作用。然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虽然创世纪具有远超核弹的破坏能力，但这个项目一开始并不是作为战略兵器进行攻击破坏使用，而是作为星际航行使用的重要辅助工具。通过在航天器上加装类似太阳帆的接收装置，由创世纪进行远距离照射，提供能量，实现持续加速，从而实现航天器进行远距离星际航行的需求。为此，在创世纪之前率先建造了一个原型机创世纪 Alpha， 同时一起建造的还有2款使用和引擎作为动力的高达，也就是圣约高达和重生高达。而在创世纪 Alpha 完成建造以后，由于自身使用的技术较为敏感，需要防止创世纪 Alpha 被对手盯上前来夺取，于是扎夫特便安排亚修葛雷驾驶重生高达负责创世纪 Alpha 的保卫工作。之后地球联合很快就发现了创世纪 Alpha 的存在，接着便组织部队向创世纪 Alpha 进军。在这个过程当中，由氏族首领马蒂斯领导的地球联合情报组织成功夺取了还处于测试状态的圣约高达，包括回收屋的罗球尔和巨蛇之尾的丛云河，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也卷入到了这场争夺当中。然后驾驶重生高达的亚修葛雷被罗球尔打败，于是创世纪Alpha便落入到了回收屋罗球尔的手中。在罗球尔前往火星的期间，便把创世纪 Alpha 交给了当时结识不久的杰斯。而在这期间，亚修葛雷被马蒂斯俘获，被洗脑后为马蒂斯所用，接着就被安排驾驶抢夺来的圣约高达前往夺取创世纪 Alpha。而这场战斗以前就有提到过，杰斯驾驶罗球尔改装后的圣约高达2号机，一端高达非规格型，在佣兵马蒂坎的协助下，成功打败了亚修葛雷，并且还让亚修葛雷恢复了记忆。恢复记忆后的亚修葛雷便向马蒂斯展开了报复，利用圣约高达新安装的量子病毒系统来控制创世纪 Alpha 向马蒂斯所在的基地进行攻击。在完成这一次攻击后，亚修葛雷便离开驾驶舱，选择了自尽。而创世纪 Alpha 在攻击马蒂斯后，很快就引来了地球联合军的反击。为了不让创世纪 Alpha 落入地球联合手中，于是选择将其自爆后撤离。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事情是，亚修葛雷被马蒂斯安排前往创世纪 Alpha 时，时间已处于 C173年。当时杰斯作为自由记者，刚结束 Plant 的军械库1号殖民星的采访行程，
结果没多久就爆发了尤尼乌斯7殖民星的残骸坠落地球的事件。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杰斯和马蒂坎一度决定用创世纪 Alpha 向殖民星的残骸射击，打算以此来解救这场会对地球带来灾难的危机。不过由于亚修·葛雷驾驶圣约高达的突然出现，使得利用创世纪 Alpha 攻击殖民星残骸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作为星际航行的辅助工具，创世纪 Alpha 是可以随时成为攻击用的作战兵器。所以扎夫特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早已发现创世纪的军事价值，因而继续秘密建造了体积十分庞大的创世纪，专为战略打击使用。虽然创世纪极具战略威慑能力，但也会给 Plant 国内带来极大的冲击。Plant 自建国以来一直提倡放弃使用核能作为武力，一旦被外界知晓创世纪的军事用途，将会给建造创世纪带来巨大阻力。因而以帕特里特·萨拉为首的主战派等人决定以独走的方式推动了创世纪的建造，并将知晓创世纪军事用途的人员缩小到了极小的范围以内。这也就造成了创世纪完成建造以后迟迟没有选择公开，使得地球联合发起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时完全不知道创世纪的存在。结果创世纪没有发挥出战略兵器的威慑作用，反而成了毁灭兵器，促成了战争的升级，使得战争差一点走向失控，变得不可收拾。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扎夫特对创世纪的隐藏工作也十分到位。为了防止体积庞大的创世纪被外部察觉，在创世纪上安装了海市蜃楼系统，同时还在主体结构上安装了 PS 装甲，利用自身的核能发电提供巨大电能，足够 PS 装甲发挥最大效能，来抵挡对方各型武器密集的火力攻击，尽可能杜绝对方从外部使用远程火力进行破坏的可能性。由于整个过程是利用了核裂变的方式产生伽马射线暴进行战略打击，所以创世纪在启动时需要先解除中子干扰器的限制，然后才进入发射流程对敌进行战略打击。而这个发射流程分成了5个步骤，首先是设置反射镜，该反射镜的作用是将创世纪的伽马射线暴反射到创世纪圆盘的镜面上，并利用自身与圆盘形成的角度来调整反射方向，但自身没有动力，需要宇宙战舰来拖动，所以这个步骤的准备工作会占用很多时间。第2步是确定目标进行照准，由于已经提前录入了地球联合各个战略据点的方位，所以这一步骤只要调取数据就能完成锁定，进入下一个步骤。而第3个步骤相当于发射前再次确认，需要在控制系统里进行发射程序的详细设置，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直接在这个步骤通过控制系统强制完成发射。而帕特里特·萨拉也就是在这个步骤将发射绑定在了自爆程序上，若按照正常流程，控制系统就会启动发射程序，如果打击的目标区域存在己方部队，就会在发射程序执行前通知相关部队进行撤离，基本上能让友军有足够的时间来规避被创世纪误伤。当伽马射线暴完成射击以后，就进入了最后的步骤，需要挪走被伽马射线暴波及损毁的反射镜，让出位置来更换新的反射镜，进行下一次发射准备。从这5个步骤来看，可以确定创世纪发射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对手会利用这个时间组织兵力进行反击破坏，这就使得扎夫特也把重要兵力放在防守创世纪上。所以当创世纪展现了强大的毁灭能力以后，很快就让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的焦点集中在了创世纪上。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十分的惨烈，两边参加的作战部队都到了燃尽灯枯的地步，包括3舰同盟在内也是损伤惨重。最后是由阿斯兰驾驶正义高达突入了创世纪的核心部分，利用自身和引擎机体自爆后会产生巨大破坏力的特点，成功阻止了创世纪将最后一击射向地球。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到此宣告结束。不过扎夫特并没有就此放弃发展创世纪，在迪兰达尔议长主政后，新建的弥赛亚要塞就有安装创世纪。该型创世纪取名为 Neo Genesis， 是弥赛亚要塞重要的打击手段。相较于亚金杜维要塞的创世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体积上缩小了不少，包括威力和打击范围也有不同程度的缩水，所以 Neo Genesis 的战略属性不再明显，反而更加贴近战术层面的打击兵器。然后 Neo Genesis 也进行了一些重大改进，首先是发射的间隔时间缩短了不少，体现在发射流程上只要3个步骤即可，启动进行照准以后就能发射，反应时间已经满足战术层面作战的要求，可以很轻易就能毁灭掉对方大部分主力。另一个就是第1次反射镜结构材质进行了加强，无需更换就能连续发射伽马射线暴，同时弥赛亚要塞带有动力，可以进行移动，可以前出敌方腹地进行作战，使得 Neo Genesis 各个方面的作战均比之前的创世纪要更加灵活。
这就具备了精确对敌方集结的部队进行打击的能力。而在弥赛亚战役当中 ，Neo Genesis 直接就灭掉了对手将近一半的兵力。不过这并没有帮助迪兰达尔议长取得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推进，胜利的天平开始朝向反迪兰达尔议长的势力倾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使得迪兰达尔议长也陷入了急躁恐慌的状态当中，迫不及待地使用 Neo Genesis 再次发射攻击，想一举毁灭掉大天使号在内的奥布舰队来挽回败局。为了不给对方逃脱的机会，在己方部队还没有规避撤离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发射，然而没有取得成功，而这一发射击也就成为了迪兰达尔议长最后的绝唱。随着强袭自由高达以全爆发攻击模式发起反击，整个弥赛亚要塞就此终结，也宣告了迪兰达尔议长的彻底失败，而他的命运计划也一同埋葬在了弥赛亚要塞当中。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便到此结束。